炎热的夏天，北京某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宿舍里，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。现在正是上午10点半，所有人都在工地上干活呢。为什么这里会有女人的尖叫声呢？原来，发出叫声的女人名叫金凤，她和丈夫马卫建是夫妻农民工，一起在这个工地上干活。今天金凤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就没上班。宿舍条件比较艰苦，进屋是一条过道，剩下的就是一排两端到头的大通铺。靠东墙边拉了一道布帘，金凤和马卫建夫妻俩就住这道布帘后面。靠西墙边也拉了一道布帘，那是另一对夫妻李建民和常燕的私人空间。中间还能睡5、6个人，都是单身汉。天气很热，金凤就打开屋顶的吊扇，吹着风斜躺在床上看闲书。忽然他就觉得背后墙角微微有点动静，回头一看，可不要紧，原来是一条蜈蚣。啊！金凤被吓得本能地尖叫了一声，手上的杂志也掉落到了凉席上。这一声尖叫吓到了2个人，一个是刚才在工地上划伤了手指，回屋贴创可贴的王铁柱，另一个就是肚子不舒服回来取卫生纸的常燕。王铁柱撕开创可贴，正要往手指头上贴呢，金凤大叫，他赶忙就问：嫂子，你怎么了？蜈蚣，一条蜈蚣。此时此刻，常燕距离宿舍门口还有20几步远，听到尖叫声，他本能地停下脚步，扭头想跑。可一转念，这大白天的能有啥事儿？再说了，一听这尖叫声就是同乡金凤发出来的，我得进屋看看。当他走到门口，小心地迈步进屋的时候，刚好看到王铁柱打完蜈蚣，从金凤家的布帘后面爬出来，右手食指在滴血，身后是因为躺着时间久了，头发有点蓬乱的金凤。常燕心里马上咯噔了一下子，愣了片刻之后，她也不说取纸上厕所了，扭头便跑回工地，趴在她丈夫李建民的耳边就嘀咕了一通。听完妻子的叙述，李建民先是两眼放光，紧接着眉头一皱，不行，这事儿俺得告诉卫建，不能让他吃了哑巴亏。于是他放下手里的钢筋，快步走向正在搬运脚手架的马卫建。一通耳语之后，马卫建怒目圆睁，紧握双拳，抬腿就小跑着赶回宿舍。此时王铁柱已经贴好了创可贴，又喝了几口开水，走出宿舍准备回工地接着干活。可刚出门口，迎面就碰上了怒气冲冲跑回来的马卫建。还没等他打招呼，鼻梁骨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拳，紧接着就是脸上、胸口、肚子上雨点般的拳打脚踢，被马卫建臭揍了一顿。这事儿发生之后，王铁柱名声臭了，都知道他调戏别人的老婆，让人家老公给打了。3个月之后的一天，马卫建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，昏迷不醒，送进了医院。医生说是脾脏破裂出血，需要马上输血，可血库里的血不够了，请求大家伙献血。工友们面面相觑，虽然都想帮他，可这要是献了血就没劲儿干活了呀，谁都得养家糊口，还都指望着那点工资呢。这时候王铁柱第一个站了出来，大夫，抽我的血吧，我是 A 型血，跟马卫建血型一样。医生根据他的体型建议献血200毫升，但是他坚持献了400毫升。轮到李建民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身体不行，血型也不对。一共有5位工友无偿献血，总算是把马卫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得知王铁柱第一个为他献血，
而且献血数量最大的时候，马卫健嘴角抽搐了几下，表情木然。出院几天之后，在妻子金凤的陪同下，马卫健回老家养伤去了。临走之前，并没有对王铁柱说声谢谢。王铁柱今年24岁，还没有结婚，家里父母都有慢性病，所以他不顾工友的劝说，照常工作。结果没几天便累晕在了工地上。老板听说了这事儿之后，把工头臭骂一顿，然后对项目经理说：“你也有责任，以后不能再有这种事发生。这样吧，给这小伙子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，工资照发。”于是王铁柱便被安排做了材料管理员，后来又被那位老板安排在技术部门学习，慢慢的也做了一名包工头。到如今20多年过去了，王铁柱的儿子都已经从建筑学院毕业了。在当初金凤和马卫健回老家1年之后，王铁柱曾经收到过马卫健写来的一封道歉感谢信。后来逢年过节，这夫妻俩还时不时给王铁柱寄来一些个家乡土特产。